舒月，舒月！夫君，出什么事了？如此慌张。舒月，有件事得跟你商量一下。3年了，你自抬白婉莹为平妻后，便再未踏足我房门半步。今日这般，必无好事。婉莹她平时口无遮拦，说了些不该说的话，叫嚣着要推翻封建帝制，这大不敬的言论，不知怎么传到了皇上耳朵里。所以呢？上面让婉莹去宫里回话，可她不懂我们这时代的规矩，去了怕是活不成。想来想去，还是你替她去吧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替他去死？舒月，说到底你是当家主母，你平时没有约束好妾室言行，理应去回个话，这都是为了穆家呀。好一句为了穆家！我已经回了宫里人，有你去，我才能放心。小翠，倒碗热茶来。摆什么当家主母的款？我们主子才是幕府真正的当家人。你不过就是来替死顶罪的。待会儿皇上问话，你可不要胡乱攀扰，否则要你好看。又蠢又坏的丫头，白婉莹派她跟进宫，显然已把她当成弃子，她竟还在盲目护主。马上就是个要死的人了，还这么多事儿。放肆！你真以为我怕了你吗？打狗还要看主人，要不是这次需要你替死，穆大人会跟你说半句话吗？你们穆家的规矩甚是奇怪啊。就是这样教下人的吗？穆家这种以下放上的规矩，有人说出推翻皇帝的话，倒也顺理成章了。陛下，臣妾妄言，请陛下恕罪。看看，你好狠的心，前脚送我进宫顶罪，后脚就急不可耐送来休书撇清关系。不过朕倒是很喜欢你的王爷。顾淑月，你就留在这宫里做朕的贵妃吧。陛下，您说什么？若你愿意，朕立刻移旨，封你为淑贵妃，可好？舒月，只有你去，我才能放心。穆家人凉薄至此，我早已无路可退。入宫为妃，不仅是条活路，更是我讨回公道的唯一机会。臣妾叩谢陛下隆恩。这个贱婢不仅以下犯上，还敢对贵妃泼茶！来人，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我是婉莹主子的丫鬟，不能杀我！陛下，臣妾想求陛下一个恩典。淑妃但说无妨。臣妾想回幕府一趟，收拾些旧日细软，有些极为重要的东西，臣妾必须亲自带走。准了，早去早回，朕在宫里。
姐姐真是沉得住气啊，从宫里活着回来了，居然不发一言，也不向云章哥哥汇报。我问你话呢，小翠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不懂规矩，被宫里发落了。发落了？顾书月，你不会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穆家主母吧？悄悄告诉你，云章早就写了休书递到宫里了。现在这个府里，我说的话就是规矩。我再问你一遍，小翠是不是被你发卖了？待会儿宫里自然会来人说明一切。让开！我白婉莹可是高贵的穿越者，过来就是为了推翻这封建皇朝。你们这些古代人就该好好听我的，我让你们干嘛就干嘛，就算是去死也不例外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婉莹，这是我的东西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的东西？这府里没有你的东西，拿来吧你。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嘛，让你这么护着，该不会是哪个野男人送你的定情信物吧？哟，知道自己被休了，这就迫不及待拿出信物要与人私通了。白婉欣，还给我！还没有认清你自己的位置吗？在你们这个万恶的封建时代，被休的女人连被发配边疆的罪犯都不如。你若是真想要，麻烦摆出求人的姿态来，跪下求我，或许本小姐心情好，会考虑还给你。这是当年我救下那个少年后，他留给我的唯一信物，绝不能毁在这个疯女人手里。好，我跪。顾书月，你也有今天呀！之前不是还仗着主母的身份处处打压我吗？是因为你大逆不道，说的话会为幕府引来杀身之祸。别狡辩了，从今以后，在我面前，你就只配永远跪着。白婉莹，你干什么呢？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姐姐这么大度，一定会原谅的吧？我让你捡，让你捡！你个贱人竟敢打我！顾书月，放肆！婉莹，你没事吧？快让我看看。顾书月，你发什么疯？为何要动手打人？穆云章，我刚入府时便与你说过，这玉兔对我、对穆家而言是重于泰山的信物。什么狗屁信物，不就是个破瓷器？这女人简直不可理喻！云章哥哥，别怪书月姐姐，我只是好心来问问小翠下落。她像疯了一样，推搡间我不小心碰掉玉兔。我知道姐姐见不得你宠我，可夫君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穆家。书月姐姐既然跟你夫妇一体，难道不该为穆家牺牲吗？你看看人家婉莹，一个拥有现代先进思想的人，都知道顾全大局啊！只是去宫里回个话，就在府里发疯，擅妒自私，简直不可救药。休书未经拟好递上去了，既然不想在穆家待，我便放你离开。你马上滚，小心点，别把手划破了，省得你出去有人传我穆府刻薄。等等，书月姐姐，你就这样出府，实在不妥呀。夫君，你们这封建年道，女子地位卑贱，她又无兄无父无夫，被休出府讨生活，除了去勾栏瓦屋卖笑卖肉，也没地方去了吧？不可，那样我穆府的脸岂不是丢尽了？顾书月，从今往后，你就在这个府里待着，降为奴籍，伺候好婉莹，直到老死为止。穆云章，我们夫妻情分已尽，今后我过什么日子，都与你无关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嫉妒我对婉行的独宠，可她毕竟入府，我理应多照顾。留在府里做她的贴身侍女，若伺候的好，我心情好了，偶尔
还是可以去你房内1、2次的。顾书月，你简直疯了！先是欺负婉莹，现在居然敢动手打我，不就是让你替婉莹回个话吗？来人，将泼妇关进柴宫！舒月姐，风急屋寒，我怕你冷，特意带了点好东西来看你。你不要太感谢我哦。你们这落后的时代，保暖手段匮乏，为了一劳永逸，我只能用高温烙铁在你身上多印几个伤口了。这样，你每次想起来，心里是不是都热热的？你不要过来！舒月姐，你就暂且忍受一下，我这全是为了你好啊！给我按住他！穆云章，你就眼睁睁看着他动用私心胡闹吗？舒月，婉莹这都是为了你好，不然你若是冻死在柴坊，以后还怎么伺候我？穆云章，我劝你想清楚后果，废什么话，给我按死了！放开，快放开我！舒月姐，你在抖什么呢？你这个样子太让我伤心了。婉莹可都是为了你好啊。穆云章，白婉莹，今日你们加注在我身上的每一分痛苦，他日我定要你们用命来偿！娘娘，您快收拾好了吧，圣驾还在宫里等着，千万别误了进宫的吉时啊！夫君，我没听错吧？门外宫人喊的是他吗？有这不可能，绝对皇上的了解。听到那些大逆不道的话，他不死也要脱层皮，怎么可能封妃？顾书月，这女人才真是恶心，居然敢借此进宫的机会，不知廉耻的勾引皇上。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有夫之妇的身份了？你进府这7年，我除了纳婉莹一个为妾，我哪处亏待过你？你居然用这种手段报复我！穆云章，你真是让人感到无比恶心。你明明知道进宫顶罪必死无疑，却还执意逼我入宫。如果不是皇上改了性子，我此刻早就是一具冷冰冰的尸体。还有现在，就在你眼皮子底下，我差点就被你的爱妾生生用烙铁烫熟。这就是你口中所说的待我不薄。放心，你已经写下了休书，就算我真的勾引了皇上，也与你穆大人毫无半点关系。夫君，我觉得云章哥哥说的对，古代最看重女子的贞洁，堂堂大元皇帝绝对不可能看上一个被休弃的二手货，肯定是搞错了，他就只配在幕府做个洗脚液。刚才海上和宫里李道官一模一样，我不可能听错。顾书月真被皇上瞧上了。书月，去婚。宫里的日子勾心斗角，并不比幕府好过。只要你明确表示拒绝，皇上是明君，绝对不会强人所难的。书月，你忘了我们以前有多恩爱了吗？春天我们一起酿桃花酒，夏天一起赏雨，冬天你还会迎着初雪为我起舞。只要你留下，我会马上撤回休书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吗？原来这就是你的盘算，既怕我入宫得势后报复穆家，又想把我这个得过圣宠的女人留在身边掌控，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。送上门的荣华富贵与无上权力，我为何要拒绝？既如此，我穆家毕竟收留了你7年，不指望你能知恩图报，只求你进了宫不要倒打一耙。婉莹毕竟是穿越而来的奇女子，很多规矩还不懂，你多担待些。贵妃娘娘，车驾已备好，请娘娘即刻起驾。穆云章、白婉莹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皇上，为免宫中非议，臣妾婉拒了大办宴席、六宫同贺的提议。这重阳宫宴，简简单单操办便好，不必铺张。你的手还是如同多年之前偶然救了朕时那般好看。皇上，真是世事无常啊！臣妾本以为这一辈子就这样完了，没想到却又与你重逢了。
你也没想到，当时随手救的小男孩会是如今的皇帝吧？是啊，臣妾能与皇上再次重逢，让真是修了3辈子的福分。这也是。爱妃放心，你在穆家的遭遇，朕都已经知道了，朕定会让他们付出残酷的代价。皇上，杀鸡焉用牛刀，臣妾自会处理妥当。舒月姐姐，哦不对，舒贵妃金安呢？穆夫人免礼。装模作样给谁看呢？整个京都已经传遍了，皇上新封的舒贵妃根本不得恩宠，就连封妃仪式比常在的都寒酸的可怜。你费尽心思勾引皇帝，没想到会备受冷落吧？从前在穆家你拢不住夫君的心，现在在宫里，皇上的女人更多，你呀，等着老死宫中吧。而我已经被夫君封为了主母，整个穆家都是我说了算。那恭喜穆夫人了。顾书月，你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真叫人恶心。你在穆家数年才得到的主母位置，我轻而易举就得到了，你心里恐怕嫉妒到发疯了吧？婉莹，小心！舒贵妃，婉莹身子骨弱，经不起折腾，请你高抬贵手，饶她一命。大夫，你为何要执意跟文琪起冲突？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既如此，那穆夫人可要安心保养，万不可出现跌入湖中这样不小心的事情。听说你在宫里过得很不好，舒月，你可后悔当初替罪的决定？放肆！这是臣子该有的礼节吗？别强撑着了，我知道你日子过得艰难，深宫大院你不得宠爱，又无娘家可依，就连这送人的簪花材质竟还不如咱们幕府的。你走，我去过你的屋子，冷冷清清。我们大婚时送你的金簪玉鞋，你竟一样都没有带走。7年的感情，你说抛弃就抛弃，难道一点都不念？穆云章，此次家宴邀请了你，你应当为皇上分忧效力，而不是在这里说这些不知所谓的胡话。舒月，你非要表现得这么疏离吗？原以为你会很快清算穆家，可你没有，这证明你对穆家对我还有旧情。而且我也知道这次家宴，穆家获此殊荣都是你的功劳，是你在皇上枕边为我助力。退下！穆大人，本宫是皇上的舒贵妃，与你何来旧情？我进宫是为了穆家，真可笑。穆大人，你是觉得自己很有魅力吗？我不清算穆家，是因为你们还不足以让我费心思。我劝你还是约束好你的白婉莹，不然下次就没有人能替她抵罪。夫君，跟他废什么话？一个不受宠的妃子能有什么根基？皇上现在抬举她，不过就是念在她刚进宫还新鲜2日，等到日后玩腻了，谁还会记得她？我现在歹说也是穆家主母，皇家最要眼面，她要治罪也得掂量掂量自己够不够格。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白婉音，你目无君上，藐视皇威，本宫今日就罚你跪在此地，直到宫宴结束。没有本宫的命令，谁敢扶他，同罪论处。夫君，救救我！他疯了！舒月，你怎么能惩罚婉莹？你知道她向来不躲这里的规矩。从前的你那么善良懂事，进了宫竟变成这般铁石心肠、蛮不讲理的模样。穆大人，本宫是皇上的舒贵妃，你纵容妾室撒野，自己又口无遮拦，不给你点血的教训，你怕是记不住什么叫尊卑。来人！你在说什么？我好歹也是朝中要员，
你只是个不受宠的妃子，我劝你不要因为一时冲动毁了自己的后半生。既然穆大人管不住嘴，那就永远都不要开口。动手！顾书月是我休掉的下堂妻，她根本就是个……信封的舒贵妃是别人休掉的妻子，原来是穆家的，怪不得刚刚在那里拉拉扯扯。穆家刚悬成正妻暴毙，后脚他行了册封礼，看样子又是个狐媚惑主。自本宫册封后，宫外流言四起，若都像穆大人这样口无遮拦，别怪皇家不念昔日情分。皇上驾到！爱妃，处理这等小事，怎么劳你亲自动手？舒贵妃低调简朴，特地驳回了朕想要风光册封的提议。没想到这份宽宏大义竟被你们拿来胡乱猜测。她是朕的贵妃，以后谁再敢在人前人后嚼舌根，不敬贵妃，穆家就是你们的下场。穆云章、白婉莹，你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穆夫人，这是舒贵妃娘娘特地赐下的汤药，请趁热喝了吧。夫君，他这是在报复我们，这药我不能喝呀！顾书月肯定在里面下东西了。如果不喝这碗药，整个穆家都要死绝。这都是贵妃对夫人的体恤，夫人难道不领情吗？抗旨不遵，可是要满门抄斩的。告诉穆夫人，不管你来自哪个时代，既然已在穆家为妻，就要谨言慎行。今日只是小惩大戒，否则就不是一碗汤药能抵过的了。顾书月，你这个毒妇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穆云章，你怎么就这么废物？他欺负的可是你的老婆，你能忍下，我可忍不下。他当初不过就是顶替了我的名头，才得皇上青睐。如今有了泼天富贵，竟敢反咬一口向我们发难！去找婆婆来！放开我！皇上圣明，皇后娘娘千岁！娘娘生辰，免去1月赋税，实乃天下苍生之福。他笑起来竟是这么明媚。可是，在幕府的那些年，他好像好久都没有笑过。你死到哪里去了？眼睁睁看着别人封后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滚开！别碰我！你看看你现在的鬼样子，连话都说不出的死哑巴，连自己老婆孩子都护不住的废物，我怎么会瞎了眼，跟了你这么个彻头彻尾的孬种？为了你这个蠢货泼妇，休了贤良的发妻，百年幕府毁于一旦，你现在竟然敢骂我废物！你个死哑巴也敢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顾书月，你以为当上皇后就赢？
你别得意，我可是带着现代知识穿越来的天命之女，就算现在一无所有，只要我利用好现代知识，我也能照样逆风翻盘，把你们全都踩在脚下。咱们走着瞧。对，现代穿越小说里的女主都是靠制造赚得盆满钵满的，一块散发花香的香皂，绝对能让我成为大元朝首富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！滚开，你这个废物！既然你是个废人，这些东西留着也是落沙。等我造出现代香皂，赚尽天下财富，有你求我赏饭吃的那天。你们古代人用的洗浴物件又糙又臭，全都是垃圾。我手里有一招绝密配方，能做出香气扑鼻、滑润如纸的香皂。只要这东西现世，立刻就能垄断大元朝。到时候哪怕是深宫里的皇后，也得巴巴拿银子来求我。顾书月算什么东西？靠着一张狐媚脸爬上凤座吧。等我成了首富，定要用金山银山砸得他跪下。娘娘，那白氏不仅叫嚣，还敢对您出言不逊，可要属下去割了他的脑袋。杀了他，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了？一个连大元朝市井物价、商道规矩都没摸透的蠢货，妄图挑战真实的商海。既然他自诩天命之女，本宫就给他这个机会。传懿旨给内务部传唤京城各大商行掌柜，制造，那本宫就陪他玩个倾家荡产。你们疯了吧？昨天才几文钱的东西，今天怎么卖这么贵？全京城的行上都在大量囤积这些物货，听说上面有大贵人要用，你爱买不买，不买滚蛋！准是茶楼的话漏了风，有人想截胡，想抢我钱头，没门儿！只要我抢先控住原料，香皂卖10两1块也抢疯。怎么会这样？加水，快加水！公子，上好的香皂。滚开！拿着一堆臭狗屎也敢出来骗钱，疯婆子！高利贷的期限到了，利滚利会被卖出一相关的。白氏，欠条到期了，赶紧给老子滚出来还钱！再不开门，老子今天就卸了你的一手一脚！呸！什么东西臭气熏天！白氏借了2000两银子，连本带利，今天该还3000两，钱呢？大哥宽限几日，我的香皂一定能卖大钱。给我搜，花地3尺也要搜出来！老大，连个同伴都没有，没钱是吧？来人，把这娘们手脚卸了，卖进银香馆，借客抵债！我要！阿爸！哥，这哑巴写了休书，意思是这女人已经被休了，债务跟她没关系，让咱们只管找她。慕云章，你这个畜生！当年你休了顾书月，现在又想休了我逃命，做梦！宽限最后3天，3天后拿不出3000两，你们俩的命老子一起收了。走。你再走一步，
你就把这东西交到大理寺去。我是现代穿越女，怎么可能不对你这种小人留一手？想甩了我？要死我们就一起死！做香皂需要提纯设备，背诗可不需要本钱。哼！古代这群封建土包子懂什么评测议俊？我随便拿出一手《将进酒》，还不得把这群自命清高的穷酸为人震得跪下叫祖宗？只要在琼林雅集上一鸣惊人，达官贵人必定趋之若鹜。不仅3000两高利贷迎刃而解，我还能攀上高枝，把顾书月重新踩回泥石里。参加琼林雅集，作诗。娘娘，那白氏连账本都算不明白，平日说话粗鄙，她懂什么作诗？怕不是又要去弄出什么惹人发笑的幺蛾子？她自以为掌握了全天下的智慧，其实不过是个沐猴而观的跳梁小丑。秋心，去把内务府连夜做旧仿造的那本前朝孤本拿来，替本宫更衣，找2套素雅些的便服。既然他这么想惊艳四察，本宫就亲自出宫去会会这位天下第一才女。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是时候让他死心了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千古绝句，实乃千古绝句啊！的城门都没出过，竟也能做出此等狂放豪迈的诗句，真是荒谬。顾书月，你一个只会争宠的深宫怨妇，懂什么才华？这是我呕心沥血做出的神作，你就是嫉妒我！既然是你呕心沥血，那你可知这诗中高堂明镜用的是什么平仄？你背诵时平仄不通，连这都不懂的蠢货也敢自称才女？这是我独创的现代自由诗，不拘女破规矩，死到临头还嘴硬。诸位大儒不妨看看，这本前朝孤本谪仙诗集，乃内宫珍藏。这白纸黑字正是白氏所背之诗，一字不差，连他错读的字也正合孤本墨迹。窃取前朝之作，无耻至极，欺世盗名之徒，滚出去！这不是抄的，这是我的。完了，抄袭的丑闻传出去，我不仅没翻盘，穆云章的官身也会彻底毁了。听说了吗？穆大人那位平妻竟是个剽窃前朝孤本的贼，平妻是个抄袭贼，这100年穆家算是彻底毁了，真是不堪入目。哟，穆大人这是在念哪一出大戏呢？肃静！臣有本要奏，臣弹劾穆云章，这家风败坏之人，宠妾灭妻，又纵窃欺世盗名，令朝廷蒙羞，100年清流颜面尽失。且穆云章已是无舌残躯，德行有亏，若容此等人立为庙堂，岂不令天下人耻笑我朝无人？请皇上明鉴。全完了，白婉莹那个蠢女人，彻底断了我的仕途。御史所言，句句在理。穆云章德行有亏，有损天威，传朕旨意，即日起去掉穆云章一切官职，贬为庶人，永不录用。大胆庶人，还敢穿戴朝廷官服！呸！什么东西？以后别靠近皇城半步！云章，
你怎么了？你的官服呢？皇上不是宣你进宫中的吗？你说话啊！不是你这贱人惹是生非去抄诗，我怎会沦为庶人？皇上，南方暴雨决堤，数十万流民涌向京畿，国库有粮，但调拨虚实。若流民作乱，恐危及京城。大灾之后必有大疫，各州县已有瘟疫蔓延之势，臣等实难控制这汹汹疫情。爱妃，你有何见解？这等军国大事，怎容后宫在此安坐？舒贵妃已被我封为皇后，如何做不得？老臣不敢。诸位大人，既然国库调度不及，为何不就地取粮？娘娘的意思是，沿江3大粮商皆是朝廷客许，若以朝廷名义高息借粮，辅以盐引作保，3日内便可调集20万石。盐引作保，这简直是釜底抽薪的妙计。不仅如此，还要即刻开启以工代赈，令流民修缮决堤的堤坝，用劳力换取米粥。如此一来，不仅安抚了民心，更能彻底遏制暴乱苗头。至于防疫，绝不可将病患与流民混杂。传本宫懿旨，在京郊划出10里空地，搭建隔离营帐，凡有发热呕吐者，即刻送入营中。娘娘圣命。每日以10来回沿街泼洒，所有人饮水必须煮沸。若有商家敢趁机囤积药材，发国难财，按大元律法斩立决。皇后娘娘聪慧圣明，此计真乃救国良方，臣等心服口服。哈哈哈哈哈！都平身吧，朕的皇后果真是天下无双。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整整3天了。废物！你不是顾书月的前夫吗？她现在是皇后了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给我去求她，去皇宫门口跪着！让我去求那个被我休妻的结发妻子，让我以这副废人模样去见她，我宁可死！不去，就算是要饭，你也得给我要出点活路来，不然我们都要活生生饿死在这个鬼地方！快去求她！瞎了你的狗眼！惊扰皇后凤驾找死吗？起驾。皇后娘娘口谕，念在旧日相识，若你肯吃下这碗馊饭，便赏你一条活路。我曾是高高在上的朝廷命官，如今却要吃这猪狗都不屑的馊水。贱民找死！给你机会你不中用，就等着饿死吧！讨到吃的回来了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！你这没用的废人，连要饭都不如。顾书月难道没赏你钱财吗？没用的废物，我可是天命之女，绝不会陪你在这个破地方等死。风寒，这群愚昧的古人懂什么治病？只要是辛辣杀菌的玩意儿就能治病，这分明是老天都在帮我翻身。顾书月，你别得意太早，只要本小姐赚够了本钱，凭借我的现代智慧，定要将你拉下后位。
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9天玄女赐下的神女抗生素，专治风寒，药到病除。姑娘，这药真能治风寒。惠春堂的郎中说我儿的病得吃3副猛药。郎中？那些连细菌都不知道的古代人懂什么？郎中开的药只会害人，风寒是肉眼看不见的微小虫子作祟，只有我这抗生素能杀灭它们。只要喝下去，1炷香便能退烧，20个铜钱1碗，概不赊账。给我来一碗，快救救我爹吧！发财了！凭借这神药，我甚至能直接灭圣。到那时，顾书月那个贱人只配跪在地上给我舔鞋。啊！你这有意害死我爹！大家打死这个毒妇！杀人了！这毒妇害死了我爹！你胡说什么？放开我！那是抗生素，是现代科学，是他自己病得太重，药效发作时的正常反应，关我什么事？娘娘，那白婉莹在城南集市大肆售卖所谓的神女抗生素，如今已喝死了人，惹得群情愤愤。神女抗生素，还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到了这般田地，竟还做着高人一等的人。原本本宫还在想，该怎么彻底踩碎他那点自命自利。既然他自己找死，拿百姓的命呼吁，那就别怪本宫顺水推舟了。传本宫懿旨，命太医院即刻在城南设立义诊棚，免费熬制正经的驱寒汤药，分发百姓。另外，让暗卫全京城都知道，幕府的下堂嫔袭白婉莹为了敛财草菅人命。她既然这么喜欢当神女，本宫就送她上神坛祭天。你们这群没开化的幽冥愚昧之极！我可是天命之女！皇后娘娘体恤民情，特设义诊，诸位切勿听信谣言。一派胡言，这哪里是药？这分明是发了霉的蒜泥兑了泔水。风寒入体本就虚弱，再喝下这等生冷恶臭的污秽之物，岂不是催命的砒霜？皇后娘娘赐下真药救命，这毒妇却用泔水骗光了我们的活命钱，她根本不是神女，是个骗子！打死这个毒妇，为死去的乡亲偿命！对，打死她，还我爹的命来！你们这群没开化的蠢货，不敢打我！救命！救命！卖假药害出人命，还敢大言不惭自称神女，给我拿下！即刻押入死牢，听候发落。好痛！没关系，慕云章还在外面，穆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只要他把那座破宅子卖了，花大价钱上下打点，一定能把我从这鬼地方赎出去。等我出去，定要让顾书院那贱人付出惨痛代价。老爷不好了，二夫人卖假药吃死人，被京兆尹抓进死牢了，小的也不干了。死得好，抓得好！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惹祸星，终于把自己作死了。
一成，嘿，你就算是白送，我聚宝阁也不敢要。哼，慕云章，你当自己还是那个风光无限的朝廷命官？你这宅子，如今在京城就是个催命符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宫里的皇后娘娘早就暗中透了话，谁敢买穆家哪怕一片瓦一寸地，就是跟皇家作对。全京城的当铺和衙户早就通了气，你这地气房气，如今连擦屁股都嫌硬。顾书月，他早就轻而易举地截断了我所有的退路。他不杀我，是要让我眼睁看着自己陷入绝境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来人，把这晦气的哑巴给我轰出去！说，卖假药谋财害命，你这妖妇究竟坑害了多少百姓？我没有，那不是假药，那是能治百病的抗生素，是你们这群古代土鳖无知！冥顽不灵，继续打！等不来慕云章的赎金了，再被打下去，我真的会被活活打死。不，我是穿越来的天命大女主，我怎么能死在一群封建土著手里？我必须搏一把！住手！我要见皇上，你们不能动我！我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我有颠覆天下的奇谋。现在的兵器算什么？我能造出削铁如泥的神兵，我还能造出炸药，我能让大元朝的国库翻倍。带我去见皇上！如果杀了我，就是断送了大元的国运！快去通报！顾叔爷算个什么东西？只有我才配母仪天下！妖言惑众的疯妇，重重的打！娘娘，那疯妇在大牢里快被打死了，还要继续吗？就这样让他活不了，岂不是太便宜他了？慕云章正像只缩头乌龟一样躲在空宅里等断了气，总得有人去给他添把火。传本宫懿旨，就说本宫初登后位，感念上苍，特行大赦之恩，让金兆尹放人，把他直接扔回幕府，把两只失去一切、饿红了眼的恶犬关进同一个笼子里互相撕咬，看着他们拼个你死我活，那才是最极致的惩罚。算你命大，赶上皇后娘娘大赦，滚吧！大赦，肯定是皇上听到了我的言论，这大赦不过是找个台阶放我出来。畜生不仅不救我，还要带走家里最后一点活命的口粮，把我丢在这里自生自灭。慕云章！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！老王，你帮我把他绑起来，地上的银子全归你，干粮也分你一半。他欠你的工钱，拿他的命来抵。夫人发话，老奴怎敢不从？慕云章，你跑啊！你不是要抛下我自己活命吗？你为了保全自己，逼顾书月去顶罪，现在大难临头，你又要卷走口粮逃跑，你连宫里端夜宵的太监都不如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！等什么等？若不是你没用，我堂堂一个穿越者，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？既然常规的手段斗不过顾书月的强权，那就别怪我掀桌子了！
别怕，夫君，我怎么舍得让你一个人死呢？等着吧，我要造火药，我要把这大元朝炸个底朝天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这点钱算什么？老王，你想不想发大财？想不想以后吃香的喝辣的，让别人伺候你？去城南的药铺和杂货铺，把所有的硝石硫磺和木炭都给我买回来。买不回来，我就去报官，说你打断了朝廷命官的腿。买回来了，我保你后半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我用现代科技，让顾书月那个贱人死无葬身之地。一硫二硝三木炭，高中化学课本上的东西，足够我在这个落后时代成神了。叫什么叫？你这个废物懂什么？穆云章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就是我穿越者的底牌。等我把这东西做出来，整个京城都要在我的脚下颤抖。至于你，你就绑在这里，好好欣赏我是怎么把顾书月炸成肉泥的吧。娘娘，幕府方才发生惊天巨响，整个后院被夷为平地，疑似是那白氏私造此物引发爆炸。爆炸？本宫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穿越来的蠢货竟能蠢到这种地步，不仅把自己家炸上了天，还亲手把最致命的把柄送到了本宫手里，简直是老天在递刀子。天子脚下私造此物，这可是企图谋逆的死罪。传本宫懿旨，穆氏一门图谋不轨，即刻查封幕府所有家产数充公，将那两个罪恶滔天的废物给本宫像丢垃圾一样丢到大街上去。属下遵旨。是我造出来的，这是最先进的火药，快带我去见皇上，我能帮大元开疆拓土，我要当皇后。妖言惑众的疯妇，奉书皇后懿旨，木心私造此物，意图谋逆，即日起查封全府，一应家产尽数充公。什么？谋逆？把他们拖出去。谋逆之徒，把他们身上值钱的东西给我扒了！求求你们别拿走！好冷，我好饿。我的！凭什么要养着你这个废物？别装死了！你以
为你还是以前那个高高在上的穆大人，给我滚出去讨饭！当初没有娶这个贱妇，如果当初没有休妻，我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？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，生吞活剥！要死死远点儿，别脏了老子的地界！哟，这不是咱们京城赫赫有名的穆大人吗？怎么在这儿开会呀？臭要饭的，大爷站的地方你也敢弄脏，真晦气！救命！汉人，哪怕引开地痞也好。舒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要抗住，我不能死，我要取得舒月的原谅。1枚、2枚、3枚、8枚，富养的废物换这么多铜板，真是赚翻了！敲什么敲？你个废物有什么意见？我是你老婆，为老婆赚钱不是应该的吗？别用那种眼神看我，你没死在外头算你运气好。我警告你，别惦记我的钱，1文都不会分给你，这是我拼死换来的活命钱。为了这个自私浅薄的女人，我休弃温婉贤良的结发妻顾舒月，舍弃锦绣仕途，落得如今一身伤病，一无所有。现如今，她连分毫接济都不肯给我。天冷了，没有御寒衣物，待在这里早晚要熬不住。寒冬流民不值钱，找些无依无靠之人，带回祭典，送往大户府邸做杂役换银两。爷，您是找人换银钱对吧？我这儿有个最合适的人，您要不要收下？呸！一身伤病，体弱无用，带回去还要耗费口粮，不值钱。爷，您别看他如今落魄，他从前是朝廷官员，身份特殊，如今伤病缠身，无法言语，把他收拢起来，对外博取路人怜悯，收益远比普通流民高得多。只需将他看管起来，迎接博取善心，来往贵人随手施舍，远比寻常流民赚钱。这人我转手给您，稳赚不赔。你想要多少好处？10个铜板，外加您身上这件羊皮袄。成交。赶紧带走，别打扰我歇息。我识人不清，舍弃良妻，错信毒妇，堂堂朝廷命官，竟被他作价贩卖，换取碎银寒衣，何其可笑！怪你自己识人不善，招惹这般凉薄之人。安分一点，跟着我们，好歹能留一口气活命。反了你了，还敢反抗？给我打，把他制服带走！你盯着我做什么？是你自己无用，落得这般下场。放开我！你这个废人，别拖累我！是他毁我仕途，毁我家庭，将我推入深渊。今日这笔账该清算干净。不要！放开我！这人彻底疯了！快走！我不会放过你！你毁了我的一切！
这样的，我是穿越者，我是天命之人。我拥有现代学识，通晓古今道理，我是世界主角，怎么会沦落至此？苟延残喘，受人冷眼，一定是哪里出错了。都给我让开！不许看我！我是天命穿越女，我通晓万般学识，以后必定身居高位，册封皇后。你们这些凡人，理应敬我跪我！哪里来的疯女子，满口胡言，晦气至极！我懂新世记忆，通晓治国新思路，我能改变世道格局。皇上赏识的本该是我，顾书月只是窃取我机缘的普通人。护驾，把这个疯妇赶走！大雪天疯疯癫癫，满口妄言，还想做皇后，简直白日做梦！妄议朝堂后宫，还说改变秩序，这是大逆不道，离远点，免得沾祸。你们都是嫉妒我，我才是皇后，我才是天命之女。当今圣上极致宠爱舒皇后，今日祭天大典将至，皇上特意下旨筹办大典，只为给皇后祈福，恩宠冠绝后宫。何止宠爱，圣上要亲手与皇后共写祭前文。舒皇后仁厚聪慧，才是真正天命所归。这个疯女人真会做梦，看着真是碍眼，喝茶的心情都没了。没关系，恐怕她也活不过这个冬天了。顾书月，你抢我机缘，还把我害到这个地步，你一定要报仇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顾书月，那个连丈夫的心都拢不住的古代纯女人，凭什么母仪天下？凭什么享受祭天大典的无上荣光？而我，一个拥有5000智慧结晶的现代女性，却要像条野狗一样在冰天雪地里等死，这不合理，这根本不符合穿越定律。我们要推翻封建帝制，人人平等。我懂得科学知识，足够改变这个愚昧的时代。对了，我想明白了，当今圣上是何等雄才大略，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？怎么可能偏偏看上顾书月？真相只有一个，顾书月在御前一定是一字不漏的转述了我的惊世之言。皇上根本不是看中了顾书月的人，而是被我白婉莹那超越时代的伟大思想彻底征服了。皇上以为那些震古说年的奇言妙言都是顾书月想出来的，这才顶着群臣压力把顾书月捧上了皇后宝座。顾书月，你是个卑鄙的小偷，是个无耻的窃贼。你偷走了属于我的盖世圣宠，偷走了我的皇后宝座，偷走了我这个天命之女的完美人生。一切都解释得通了。如果当年进宫面授的人是我，现在皇上上温柔握着手书写祭天檄文的人就一定是我。顾书月，你个偷窃我人生的贱人！只要我去宫门告诉皇上真相，揭穿你这个封建余孽的真面目，皇后之位就是我的。顾书月那个封建蠢妇，凭什么能当上皇后？他一定是偷嗅了我那些极其伟大的现代思想。只要我能找到证据，只要我证实皇上当年是听了我的言论才封妃的，我就能立刻翻盘。公公，求你告诉我，滚！哪儿来的臭叫花子，弄脏了咱家的衣裳，要你的狗命！等等，我有孝敬您。算你懂规矩，想求咱家什么？公公，当年淑贵妃初次面圣顶罪时，皇上为何突然封妃？是不是夸她说了极惊天动地的话？那事儿确实邪门，咱家听御前当差的提过，那位主不但没磕头，反而在御前大放厥词。结果皇上不但没怒，反而极其高兴，大笑着说：“就喜欢他那大逆不道的妄言！”立刻就下旨封了妃。行了，赶紧滚！大逆不道的妄言，除了我那番推翻帝制的极其伟大的现代宣言，还能有什么妄言？猜对了，顾书月定是原封不动把我的话背给了皇上。皇上迷恋的分明是我白婉莹的现代思想。顾书月，你偷走我的
的人生，是时候原封不动的还回来了。哪来的乞丐？再敢靠近宫闱，惊扰圣驾，当场格杀勿论！只差最后一步，只要能见到皇上，只要能把真相说出来，那尊贵的皇后之位就是我的。杀了他，杀了这个害我极其凄惨的丢官罢爵，害我百年侯府彻底家破人亡的恶毒贱人，拉着他一起极其痛苦的下地狱。顾书月，你的极其悲惨的死期到了！穆云章，放开我，不要挡我进宫做皇后。白婉莹，都是你！快放手！等我入宫做了皇后，我千倍百倍的补偿你。穆云章，要怪就怪你无能，识相就立刻放手，我尚可留你性命，让你安稳苟活于冷宫。我白婉莹可是高贵的穿越者，注定要成为人上人的存在，谁都不能挡我成为皇后的路。什么人敢在皇城大地放肆？放肆！皇城重地，岂容你们这两个安杂教化在此撒野？把这俩不知死活的疯狗拖远点，乱棍打死！莫要让他们脏了宫墙，更莫要惊扰了圣驾！住手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我！当今皇后欺君罔上，她是个窃取天命的无耻小偷！一派胡言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在此攀咬尊贵的皇后娘娘！你拔啊，拔了我！皇上就永远别想知道当年入宫的惊天真相。告诉皇上，当年那个大放厥词、拥有惊世之才的女子根本不是顾书月，我才是那个满腹现代思想、能助她统一天下的天命之女。顾书月只是个冒名顶替的极其无耻的贱人。我手中有关于皇后后的惊天密文，关乎大元朝万里江山根基，耽误了国家大事，你们有几个脑袋够掉？放手！立刻入宫，将此事原原本本、一字不扫的禀报内廷。快去！看到了吗，穆云章？老天爷终究是向着我的，马上我就要去拿回属于我的极其尊贵的皇后之位了。而你，只能像条烂狗一样，在这活活冻死！皇后娘娘，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神武门外有个乞丐，自称是昔日幕府平齐白氏，在那儿嚣张的大放厥词。那疯妇竟狂妄的当众叫嚣，说娘娘您当年入宫是恶劣的欺君罔上，冒名顶替，还说他手握关乎大元朝万里根基的惊天秘文，必须要立刻面呈圣上。娘娘，这白氏分明是彻底疯魔了！皇宫重地，这等极其诛心的谣言，若是传到前朝那些极其迂腐的老臣耳中，只怕会生出极其严重的祸端。奴婢这就带人去传旨，让禁军直接将这口出狂言的恶毒疯妇乱棍打死，永绝后患。慢着，打了这么久的转转，这只苟延残喘的跳梁小手，到底还是按耐不住。本宫等他这愚蠢自寻死路的最后一步，已经等太久。传本宫的最高懿旨，告诉禁军统领，绝对不必阻拦，更不许对他动用任何大刑。既然他自以为有极其惊天的底牌要面呈圣上，那就彻底展开极其宏伟的宫门，把他顺利的带朝偏殿候诊。可是娘娘，那疯妇若真的冲撞了尊贵的圣驾，哼，胡言乱语！他自以为捏住了能精准一击致命的底牌，以为轻易的翻旧账就能风光的东山再起，殊不知这根本就是一场荒诞的笑话。在绝对的皇权面前，他那点可笑的妄想，不过是亲自送他下地狱的最后一道致命的催命符。
既然他这么渴望的想死个明白，本宫就仁慈的成全他。圣上有旨，带着冯府入外朝偏殿候诊。听到了吗？皇上终于要见我了！拿开你们的脏手，别碰我！我可是未来的大元皇后！少废话，走。我终于踏进了这座象征着权力巅峰的紫禁城。顾书月那个该死的古代土著，不要脸的窃取了我的荣耀。我当年在幕府大放厥词说要推翻帝制，这种跨时代的言论才是吸引皇帝的真正筹码。真他娘的晦气！这废人留在这里脏了宫门，赶紧弄走！滚远点！别坏了贵人们的盛情！曾几何时，我穿着绯色官服，意气风发地穿梭在这红墙金瓦之间。那时的我是朝中新贵，是众人口中前途无量的穆大人。可如今全毁了，全拜那个穿越女白婉星所赐。如果当年白婉莹大放厥词，惹下大祸时，我没有为了保全自身，逼迫结发妻子去顶罪；如果没有写下那封休书，如果没有纵容白婉莹伤害书月，顾书月本是我的结发妻子啊！以他的谋略手段，穆家本该是京城第一世家。皇上，皇上，民女才是你要找的人啊！顾书月那个贱人，他偷了属于我的人生。顾书月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被封建礼教洗脑的古代渔妇吧？他懂什么是人人平等吗？他懂什么是自由民主吗？皇上当年分明是听了我的那些惊世骇俗的言论，才会被深深折服的。我才是这个时代的主角。只要我说出这个颠覆一切的惊天真相，皇帝就会立刻如梦初醒，将顾书月从高高在上的皇后宝座上狠狠扯下来，而我将穿上那件原本就该属于我的凤袍，母仪天下。对，等我当了皇后，我要把顾书月欠我的千百倍讨回来，我要她生不如死。为什么还不选我？怎么还不选我？难道皇上还不知道我在这里？皇上口谕，宣白氏进殿。是皇上，一定是那个被我当年的惊世言论所折服的大元帝王。皇上，民女冤枉，民女有惊天密刑，要面呈圣上。当年那个在幕府大放厥词，说要推翻帝制，讲究人人平等的人，根本不是顾书月，是民女白婉莹说的。顾书月那个毒妇，不过是个窃取了民女思想的无耻小偷。他知道皇上您被民女这种跨时代的伟大思想折服，
会在穆家落难时，恬不知耻的顶替了民女的身份进宫。皇上，您被骗了，她一个古代封建蠢妇，懂什么宏大道理？只有我这个掌握未来智慧的天命之女，才配与您比肩。只要您下旨查抄那个欺君罔上的贱人，立我为后，我保证能让大元的国力翻上10倍。下旨吧，立刻下旨处死顾淑月，把我这颗明珠捧在手心。你说完了吗？顾淑月，怎么会是你？皇上呢？我要见皇上！穆夫人，看来当年那碗汤药还是没教会你谨言慎行啊。你以为你在幕府大放厥词的那几句疯话，真能入得了圣上的耳？不可能！我是天命之女，我是穿越来的，皇上是被我折服的，你是个小偷！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皇上立谁为后，什么时候需要你一个疯妇来做主？殊不知，重要的从来不是说了什么惊世骇俗的话，而是那个人必须是我顾淑月。你既然说我心思恶毒，那我便成全你。来人，将此女发配慎刑司，让她在那烂泥里好好反省她的伟大思想。不，贱人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皇上救命！我不要去慎刑司！淑月，听着疯妇污言秽语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当年你护着朕打碎了那只，朕便让工匠又打了一只。若非当年少时你挺身相救，哪有朕的今日？只要能与陛下携手，臣妾不觉得委屈。那年进宫顶罪，并非问罪，而是一场故人重逢。白婉欣和慕云章至死都不会明白，权力的游戏从来不是几句狂妄的言语就能颠覆的。